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这位盲僧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啊。盲僧这个英雄啊，版本还是我感觉他都下不来，就是那种还是很强，就那种强到你没话说那种。盲僧这英雄的话，符文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不用带3率，那说明他还是很强呀。然后其次就是在装备上面的话，他第2件是做了青龙刀，这件装备的话，看吧，虽然说削了那个攻击力和那个减 CD， 但这件装备还是挺有强度的。现在我们前期看一下他的一个刷野思路啊，看他刷野速度怎么样。我感觉盲僧的刷野速度的话，应该是偏中规中矩。你说特别快嘛，应该不是他。这里的话，他是红开，然后没有去动小石头。还好那个乌鸦的 W 没有伤害啊，不然的话真容易出事了。这里4级打3级是有优势的，直接交闪接惩了。这里的话一个 Q 后不要第一时间不要那个把 Q 就用完了，不然的话追不上别人。这里一个，那这样的话盲僧是起飞了，对方交了3个闪现啊。好，这样的话回去2分钟可以做一个幽梦出来。幽梦这件装备的话，它的还是没有，还是先做鞋子。鞋子的话跑动更快一些。幽梦的话还是要你基础攻速那个移速高一些。这把的发育的话是特别超前的，所以这把是得 C 了。这里的话，哪里野怪刷了去哪里。来上路抓一手这个万豪，他吃塔皮的话，你就直接用 Q 上来，被爆了一下，石头人直接大招，再把他踢回去。石头人拿到人头，一个 A 惩应该是那个无效法球吃了一个伤害。这样最近录制的视频啊，他们都是那种主拍，要么5排，要么是那种跟高手一起双排这种玩法。还是得等那个叫什么，得等大家就是绝活哥们开始打巅峰赛以后啊，才能去看到他们单排的一种打法。不然主排的话，确实学不来一些东西。会有一些差距啊，就是学的东西会有一些差距，跟实际情况来说，但也没办法呀，总不能我自己去打吧。我打的话又没有人家那么有金水，这是不可，就是绝活哥能称之为绝活哥，就是他们的有一些
意识啊，就是对这个英雄的一个理解意识，就是高于常人。Q 到了，但没有大招啊，伤害是不够的。这里面啊，九和哥也是有在那聊，就说双排和三排还有五排哈，这种3种组排方式啊，哪种更好赢？就是五排的话是五排跟双排，我觉得就是他九和哥说是最难的，然后三排反倒就是强度最低的。就五排的话，你会打的就特别吃力，三排反倒就是那种，这里的话手太快了，这波点出来了，还好，后续还是抓死了双人路。这里的话，石头吃上果子的话，应该是死不掉了。那回头可以1打2啊，2打2。盲僧的伤害是很足的，一个 Q，Q 没命中，没事，接2技能就可以了。拍地板，拍地板接 A， 收掉人头。那这样的话可以很轻松的控下双资源。还有一个点啊，在这个版本石猴人这个上单，就只要抗住压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个英雄就是感觉很强，我靠，感觉你们可以试试啊。反正我后面的话，我会做一期那个石头人的那个，我感觉很强。虽然说拿不到 MVP， 但拿个评分还是挺容易的，只要你的意识到位的话，就打得不差的话。这个发条的话是个妹子啊，她说她好忙啊，一个人要织两条线的路，2条线的兵。其实玩得好的话，这种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玩得好的那种中单的话，这里的话应该没视野，没视野的话得到一个直接大招1套秒。这锤石没勾到，没勾到的话没大招，伤害差很多的。盲色大招还是单体来说的话还是挺高的。对方限制对方去打团啊。乌鸦这个英雄呢，他团战跟线上是2个英雄。所以不是，就是为什么要限制对面乌鸦去打团呢？也是这样子。你乌鸦可以看到，乌鸦如果开着大招在人群里面啊，只要炸2下，队友的话是得，就是脆皮的话都是得残血的。就踢过来一个大招，再接一个 Q， 哎呀，差点伤害，可惜了。但这里面打得挺随意的，因为我是能听到那个酒后哥们在那聊天的，聊得很开心。像打5排的话，会遇到那种车队啊，就是那种阵容固定的车队啊，就是
就是这种玩久了以后，他们就慢慢的磨合好以后，就是那种配合的默契，所以5排的话就比较难打。这里踢出来，哎，不打算直接给大招嘛？刚刚其实有一个位置，如果踢好的话，能踢中2个，但他为了等那个 CD 啊，伤害还是很高。盲僧这英雄，可以看到他做了青龙刀以后啊，把被动叠满，16%的那个伤害增幅啊，其实还是挺爽，挺猛的。虽然说砍了5点攻击力，但不影响他这个强度还是在线。对面是中立资源全放是吧？这里一套踢上来，啊，直接中推中路高地，所以魔王是守不了了。然后回头刷下半野区，这种节奏就是很顺。说实话啊，他这个主牌打得并不是很好，就是挺难赢的。我总共录了有大概3-4个小时，然后就拿出来那么一局，能说明他们的这个主牌阵容其实这局算是比较顺的。前期的建立的优势太大了，这盲僧千万不要送他人头啊！他前期强到后期，你懂那个概念吗？我也觉得这个英雄砍了嘛，砍了感觉又没玩不了，不砍嘛，这现在就感觉就是，反正我感觉哈，就打野位，他永远是 T1那种啊，要么 T0，要么 T1。所以的话，哎，龙女出来守塔了，有大招的，把兵线一清，啊，强行吃的话，可能把人头给送出去了，啊，真把人头给送出去了。我看这么极限啊，还能吸上2口血。不过对面龙女的那个经济确实太差了，差的没边呢。等多1分钟吧，然后直接拿个大龙，游戏的话是可以结束了。其实对面已经可以选择投降了，没法翻盘的，因为这边有个盲僧，只要这个盲僧不犯病，是吧？前面有个石头人顶住的话，完全可以啊。大嘴的话走了一个很奇怪的位置，这里踢了2个，一个 W 上来直接 A， 最稳的一种操作。
大嘴的话，往野区走的话都不至于被这么，因为前面有石头人顶着，但他走在石头人的左边去了。龙女的话，发育起来到后期还是挺猛的，只不过龙女的话没什么伤害就是了。一个石头人加一个锤石，没有 C 就是没有输出的。那行，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啊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